中国在渤海湾里抓美国核潜艇，很平常的活动是怎么被舆论放大利用的？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飞。大连海事局发布一个通告，说宣布2月12日16时到19日16时，渤海海峡、黄海北部一片水域有军事行动，民船禁止驶入。这个消息出来以后，马上有人说这是美国击落中国气球之后，中国在渤海湾里边要抓美国的核潜艇，还有人说抓的是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核潜艇。我看了一下环球网这则新闻的评论区，近3000条评论了，都是在说一定要抓住美国这个潜艇。另外呢，还有很多自媒体也在庆祝，说美国核潜艇困在渤海湾里边出不来了。同一天呢，还网传山东即墨区海洋发展局发通知称，日照附近海域发现不明飞行物，正准备击落。又有人把两者进行了联系，说渤海水下的潜艇发现自己跑不了了，就放出了无人机向美国求援。是不是真的呢？我们稍微做点技术分析，很容易得出答案。其实很多人已经指出来了，渤海根本就不适合潜艇作战，因为平均水深太浅了。稍微认真看一下高中的教材还有考试题，都能找到渤海的水下地形图。只有大连南部那一小片水域的水深超过70米的，绝大部分海域水深连40米都不到。那么我们就按照最深70多米来算吧。俄亥俄级核潜艇进入这种水域，要保证不被水面舰艇和飞机发现，至少要在50英尺，也就是15米的潜望镜深度以下航行。再加上潜艇本身高度13米，这还不算围壳呢。艇底所在的深度应该不会小于30米，艇底以下到海床的距离不会超过40米。这是没处躲没处藏的，一旦被发现遭受攻击，它做一个速潜动作，脑袋就能扎到泥里去，而且尾巴还有可能落在水面以上。至于说其他水域，连潜望镜深度都不要考虑了，必须浮出水面航行。所以有经验的老海军也都知道，海鸥喜欢在军舰身后追着飞，因为螺旋桨会把水下的东西搅到水面上，这样海鸥会在里面找食物。如果海鸥在空旷水面上追什么东西跑，那么多半是浅水区域，在水下有个螺旋桨在那偷偷的转，基本就判断是有潜艇的渗透。所以即使是常规潜艇作战，通常都会选择平均深度大于100米的水域。二战时期，德国的 U-47艇渗透到英国海军港内，击沉皇家橡树号战列舰，那种冒险行动是极端情况的个例。甚至我们自己的核潜艇在渤海湾航行的时候，都要在水面航行，护航编队要把核潜艇送到黄海，我们的核潜艇才下潜。因此，美国的卫星经常会拍到我们海军核潜艇在渤海湾水面航行进出港的照片，对我们非常不利。中国最好的核潜艇基地位置应该设在台湾东海岸，核潜艇一出港就能够潜入深水区域，摆脱监视，所以美国出于这个原因也会阻止我们拿下台湾。至于说美国核潜艇对中国的渗透活动，历来都有，不过都是在东海和南海。比如说，他们特别愿意针对解放军南海榆林基地进行侦察，或者在上海以外的外海进行侦察训练，除非是起义投降，否则谁的核潜艇会没事闯渤海？那么是不是无人潜航器呢？再看一个细节，大连海事局是10号发的通告，12号下午4点才开始进航，中间间隔是50个小时。如果我们真的是要抓美国的无人潜航器，发现之后马上就会动手捞，怎么可能等50个小时给人逃跑的时间？禁航是为了防止民船误入打靶区域，也是为了军事保密。如果单独要抓一个无人潜航区，根本就没必要设这么大一个禁航区。至于说山东日照的飞行物体，我们也可以想一想，假设中国海军围住了一个无人潜航器，那潜航器怎么还有可能在中国海军雷达和各种监控设备眼皮底下放出一个飞行器，大摇大摆一路穿越渤海海峡，飞过整个山东半岛，跑到日照去啊？中国海空军要是连这个都发现不了，那就别玩现代战争了。日照那个不明飞行物，倒不排除是从日本方向飞过来的无人机。击落这个东西呢，是回应美国击落中国气球，这个说法倒是有合理性。还有人说，公告没说是演习呀，说是军事行动啊，要品，要仔细品。可不是演习的军事行动多了，比如训练打靶，比如新舰艇下水试航，都不是演习，都是军事行动。而且我们可以去大连海事局网站看一眼，他们发布的这类禁航公告次数太多，
很多次禁航区域都差不多同一个水域，估计很多人是从来不关注这些日常公告信息，人生第一次发现居然还有这种通告，就开始脑补。或者又是类似岭南新观察这样的专业谣言公众号，还有几个著名的野生智库，弄点打鸡血的文字骗流量骗银子，这方面他们干的一直比较成功。因为太多的读者有一腔热血，但是缺乏基本的科学素养，缺乏历史知识，缺乏地理知识这些基本功。而且我还发现，很多自媒体已经从技术角度解释了为什么不可能是美军核潜艇进入渤海，然后还有很多人在解释之后又是被攻击了。有人说你辟谣就是暴露的立场有问题，就是屁股歪了，就是给美国洗地，就是为美国人伤心等等。所以没办法，只好我们再增加下边这段内容，专门送给这些网民的。我们可以说，潜入中国渤海的美军核潜艇已经被抓，艇上美军被俘之后，纷纷表示多次吓尿震惊。对核潜艇内部情况进行观察之后，发现美国海军生活贫困，缺衣少食，甚至吃不起茶叶蛋。不知道把梦境当立场的网民们，这一口鸦片做下去，是不是可以神清气爽，然后这几天满带笑容？